民党政府坚持不了多久了，我们是该有行动了。怎么？你叫我也像杨大炮那样去发表演说啊？国民党就好比一条大蟒，蟒的尾巴、蟒的腰部都让解放军给斩断了。自从我军将卢汉列为第44名战争罪犯后，卢汉彻底消停了。直到国共两党的和谈彻底破裂，才让他又恢复了心惊胆战的日子。因为他怎么都没想到，国民党会变得如此不堪。仅短短3天时间，解放军的100万大军就渡过了长江，并解放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。现在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，一路横扫中南各省。可以预料，再过不久就到云南了。这让他不免为自己的前途以及身家性命感到担忧。然而，卢汉的担忧并不能左右国民党失败的结局。其党内很多爱国人士不愿再看到中国继续打内战，纷纷举旗起义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湖南的程潜和陈明仁起义了。两人的起义顺应历史潮流，不仅加快了全国的解放，还间接导致国民党军心动摇。而除了起义之外，还有一部分人为了加快全国的统一，利用自身的社会地位以及影响力，大搞演讲，抨击国民党的黑暗腐败和蒋介石的专政独裁。卢汉的好友杨杰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。在苏联的2年时间里，我悟出了个道理：要救国，必须反蒋。杨杰早年和蒋介石都曾留学于日本，可以说两人是同学。回国后都追随过孙中山。到了北伐战争时期，杨杰还担任过老蒋的参谋长，多次协助老蒋取得成功。中原大战后，杨杰主张国共合作团结一致，因看不惯老蒋发动内战的行为，两人的矛盾愈演愈烈。小肚鸡肠的老蒋自然不会容忍身边有个时常跟自己唱反调的参谋，便直接将杨杰贬到了陆军大学做教官。到9·18事变后，杨杰更是对老蒋的消极抗战忍无可忍，最后选择愤然辞职前往了苏联。从此两人彻底分道扬镳。现如今国民党树倒猢狲散，杨杰趁机回到云南，笼络西南地区的各个爱国人士准备起义。蒋介石就好像是秋后的蝗虫，国民党就好比一条大蟒。现在大蟒的尾巴、腰部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斩断了，2只眼睛，一只盯着台湾，一只盯着云南。然而杨杰这种公然唱反调的行为，必然是挑战到了卢汉的权威，更触及到了老蒋的逆鳞。这场演讲还没开始多久，就被卢汉带人封锁了现场。这不伦不类的，开的什么会啊？你放心，不是搞政变。杨杰仗着自己资格老一点也不怂，反而质问卢汉对当下的时局有何感想，摆出了一副反正你也拿我没办法的样子。没有什么感想，吃得饱睡得着，依然故我。不对吧？瞧你扣子都扣错了。杨杰这句话可谓是直接戳破了卢汉的伪装。他在讽刺卢汉，他明知道卢汉提捕成为战争罪犯后，一直心烦意乱，精神紧张，现在当众戳穿，丝毫不给这位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一点面子，上来就是针尖对麦芒。可见国军的溃败已经让他再无任何顾忌。太过分了！杨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不给卢汉任何台阶，让卢汉只能愤怒地拂袖而去。回到省政府后，依然怒气未消。德惠，你去告诉杨大炮，他要是出了事儿，我可不给他收拾。其实卢汉阻止这场演讲完全是为了杨杰好，他跟杨杰交情多年，自然不愿看到好友身首异处。当时云南昆明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，杨杰的这场演讲不知道哪天就会传到老蒋的耳中，以老蒋的容人之量，必定将杨杰送上必杀名单。这也为后来杨杰在香港遇刺身亡埋下了伏笔。冷静下来后，卢汉也觉得当前的局势对自己确实很不乐观。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，老蒋又即将派汤瑶入驻云南，他夹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，随时都有可能翻船。为了能与我军搭上线，他找来了民主人士宋一恒，委托他去香港帮忙联系我党的主要负责人，打算先让他挂个号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随后他又让小舅子龙泽会带了4车医药用品前往滇西，找到我军在滇西的主要负责人朱家弼取得联系。朱家弼是解放军在滇桂前边区的边纵司令员，最重要的是跟龙泽会是黄埔同学。卢汉的这次目的也是在为起义做准备，他让龙泽会去联络感情，只烧香不许愿，他要给自己下双层保险。我奉卢主席之命前来探望你们，顺便带来了4车医药用品，请笑纳。谢谢你们，请。
可即便有了这双层保险，卢汉还是觉得不够。军阀的思想告诉他，只有自己强大了，才能拥有谈判的资本。那如何让自己强大呢？唯一的途径就是扩充自己的军队，而扩军必然就离不开钱。在龙泽会回来后，他便召开了云南省政府高级军官会议，以加强维护社会治安力量为借口，向云南人企公司借了1000万银元，当做整军的启动资金。随后便宣布，在原有的保安团上扩充到3个保安旅，下辖21个团，并准备重新组建滇军184师。我们大规模的扩军，共军会不会？谢参谋长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今天怎么也那个了啊？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，只要他妈的手里有了兵权，谁都得对我们另眼相看啊！与此同时，我军2野的陈赓4兵团冒着大雨，正在给刚补充的部队进行授旗，准备一路南下，向最终的目的地云南进发。